看起來約莫大概20到30個攤位，很少看到這麼大的串燒哦。对，超級大巨無霸串燒，老闆說他要收他的，然後故意給我多一點，然後這樣的話一大份的話是100塊。像這家炭烤雞排啊，它是有幫你切成這樣子一小塊一小塊，那它整體的話，它的雞排的厚度其實還蠻厚的，這個糯米腸就有吸收到這個裡面的這個醬汁，所以整體的糯米腸跟香腸的味道都會有酒香，帶上有點像烤肉香的味道。整體來講，我覺得蠻好吃的。大家好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今年2026年新開的一個夜市，它就是位在淡水竹圍的，就是我後面的這個慈玄宮夜市。這是今年在2026年5月底才新開的夜市，就是後面這邊就是我們新開夜市，它其實不大。对，然後它的話，如果你是開車來的話，它還算蠻多車位的。那機車也算蠻多車位的，只是如果你要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來的話，會稍微比較不方便。你可能必須坐到竹圍站，然後走路的話需要走蠻長一段上坡，可能到15到20分鐘。我是騎 U-Bike 騎到它最近的還車站是在竹圍馬偕醫院民生路上面的一個公園，然後我們在那邊還車以後再走過來，但走過來的話約莫10分鐘。那如果你直接從竹圍捷運站走過來的話，可能要20到25分鐘，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斟酌。那我們就帶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新開的這個慈玄宮夜市。其實這個夜市我覺得不大，大概看起來約莫大概20到30個攤位，還是以一些比較普通一點的一些攤販，像炭烤雞排就很多間啊，然後還有一些小朋友玩的。但是如果以夜市規模的話，它算是一個非常在地經營的小夜市，就是還算蠻小的啦，但是算蠻新的。但可能因為今天新開花，其實人潮蠻多的，但它規劃上，它在最中間有一區是有放很多的長凳長椅，可以讓大家把夜市買東西在這邊吃。對，我是覺得還不錯啦，因為就是至少你可以不用有一個地方可以坐下來吃。那整體的話，我覺得種類偏少，就是以夜市規模真的算是小型的夜市。对，雖然說地理位置不是很方便，但是地點可能受限於地點關係，我覺得整體的規模偏小。第一家要幫大家介紹，這個是2掌櫃這個巨無霸串燒，這個超級大的，但是排隊也是有點久。巨無霸串燒幫大家試試看看。其實這個還不錯，它的話肉還蠻嫩的，然後它是有加孜然粉，然後一串的話是80塊，就是很少看到這麼大的串燒哦。對，超級大巨無霸串燒，不錯啦，可以推薦大家來吃。雖然說沒有特別出色，但是就是它的外觀蠻稀奇的，但肉還算嫩，但要等大概10幾20分鐘。對，大家可以自己來看看。接下來是這個印度甩餅之家，這個黃金三角餅，大家看看這個黃金三角餅蠻特別的。它裡面就是包咖喱口味的黃金三角餅，然後外面是用炸魚炸得很脆，但是有點過老過硬，是蠻特別，沒有吃過這種印度的什麼黃金三角餅，但是覺得有點過硬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。印度的黃金三角餅，大家可以來這裡看看。接下來是這個櫻花蝦炒飯，哇，這個櫻花蝦炒飯，老闆說他要收他的，然後故意給我多一點，然後這樣的話一大份的話是100塊，蠻划算的，幫大家試試看看。櫻花蝦油飯才對，更正櫻花蝦油飯。那其實它還蠻好吃的，它料其實蠻多的哦。它其實櫻花蝦的蝦子跟裡面的一些配料是給了蠻多的，然後飯的口感也是很好的，所以其實以這個櫻花蝦油飯是蠻推薦的。整體的味道是很香，而且不會很油膩，但飯還算蠻軟 Q 的，所以就來這邊這個櫻花蝦油飯也可以推薦給大家。這個還蠻好吃的。接下來這個是現打芭樂汁，就是來夜市我們一定要喝現打的果汁。那現打芭樂汁就跟一般的果汁的現打差不多，杯的話好像是60塊，我覺得價格以現打現在來講的話不算太差。对，但是我覺得這個夜市的這個現打芭樂汁水加的有點多，所以大家自己斟酌。接下來是這個數1數2的炭烤雞排，就是他們裡面其實蠻多間炭烤雞排，只是這一間人稍微排隊比較多，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。像這家炭烤雞排啊，它是有幫你切成這樣子一小塊一小塊，那它整體的话，它的雞排的厚度其實還蠻厚的。那它的醬是屬於偏甜的炭烤雞排。
那它還是屬於稍微比一般的炭烤雞排再更濕潤一點的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個口味，我覺得整體口味其實蠻好吃的，因為其實也算蠻嫩的，蠻好吃的，然後味道也不會到沒有，所以這個竹夜市這邊裡面的數一數二這間炭烤雞排，我覺得還算蠻推薦給大家的，還有機會可以來看一下。這個數一數二的炭烤雞排，整體來講算是還蠻大塊，然後偏濕潤，然後味道也還蠻好的一個炭烤雞排。接下來是這個蠻特別的香腸炒米腸，就是我有吃過大腸包小腸，但是沒有吃過香腸炒米腸。但它除了香腸炒米腸加的超級無敵多洋蔥，對這間我也覺得蠻特別的，就是可能我太少來夜市的，所以比較少看到這種香腸炒米腸，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看。第一個先幫他吃香腸。香腸它是算是酒釀香腸就是它的那個酒釀味蠻重的，然後整體的話也不會太硬，對，還算是 Q 彈。整體香腸我覺得還算不錯，這個香腸炒米腸，但它的洋蔥啊都給的非常厚哦，都給的非常厚的洋蔥。洋蔥屬於比較深的生洋蔥，但是會讓這整個香腸炒米腸提味的非常香，所以這一道我覺得還不錯。但最後還有就是這個米腸，米腸其實就跟一般的糯米腸差不多，我覺得香腸的酒釀香腸味道比較出色，但是因為它的整體的醬汁調得蠻好的，就是有點很像烤肉醬，又像甜甜的那種醬，我覺得很刷嘴，所以這個糯米腸就有吸收到這個裡面的這個醬汁，所以整體的糯米腸跟香腸的味道都會有酒香，帶上有點像烤肉香的味道。整體來講，我覺得蠻好吃的，還蠻推薦這一間這個竹夜市裡面的香腸炒米腸，大家可以來試試看看。接下來的話是這個是狀元糕。狀元糕其實我本身沒有什麼吃過，我是覺得在夜市也很少看到狀元糕，所以就買一個來幫大家試吃看看。它的話是這樣子，它好像就是用糯米，用一個機器把它打成這種團狀的，然後它其實有很多口味，有像花生、芝麻跟這個肉鬆。对，那我們試吃看看。其實應該很多人有吃過狀元糕啦，只是我本身沒有吃過，就幫大家試吃看看。雖然這個是我第一次吃啊，但是我覺得很好吃這個狀元糕它就是很像另類的另外一種麻糬，但是我覺得口感裡面裝的層次比麻糬還更好，就是所以裡面有餡，外面的軟 Q 度我覺得甚至更超過麻糬，所以這個狀元糕我覺得不錯，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一次這裡面的商家稍微比較少，所以我就買一個狀元糕來看看。對，但是我覺得初期的其實算蠻好吃的哦。对，這個可以推薦給大家。最後這一間叫做敬賓茶飲，它是整個竹夜市裡面排隊人龍最多的，後來等人稍微比較少的時候才去買，以日月潭紅茶聞名的一個茶飲店，它好像是連鎖的。对，那剛喝一下，其實我覺得沒有想象中還要那麼吸引人啊，就是普遍算普通好喝的紅茶，但是沒有很驚豔。這就是竹夜市裡面人龍最多的一家小攤販，對，蠻特別，蠻奇怪的。那我們今天竹夜市大致上開箱到這邊的，雖然我很多還沒吃過，但是有一些我覺得可能是很多夜市一定會出現的，就沒有特別去買，甚至有些是我在別的夜市看到一模一樣的攤商，只是來到這，然後我就沒有特別去買了。那整體的話，我覺得還算蠻乾淨明亮的，可能這才是我來的話才是這個夜市的開幕第3天而已，對，所以還蠻乾淨明亮，然後還有流動廁所，還不錯，然後中間的座位區啊，還有整體的空曠程度，動線沒有像一般的那種很傳統夜市非常擠、非常擁擠、很熱，那這邊的話比較涼一點，對，就是它的攤商跟攤商中間的空間的保持的距離會比較大，整體逛起來我覺得還算蠻舒服的。那如果是大家是住捷運線啊、台北市、雙北市的話，都有機會可以過來這邊竹圍這個新開的慈玄宮夜市。對，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，謝謝大家。